我先按压掉，我发现这边的粉竟然堆积了耶！最后的结果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收看频道。今天来对比底妆界的粉饼之神，两块高遮瑕的饼子 ，Make Up Forever 仿真肌丝绒粉饼 ，MAC 大黑饼无瑕底妆粉饼。也是网络上讨论度最高的这种高遮瑕可以给你无瑕底妆的粉饼。我们今天带妆超过8小时，看一看哪边的持久度更好，更不容易卡粉，还有刚上妆的妆效如何。也会说到近期超好用的一些新品彩妆。好，我现在眼妆已经上完了，最近超爱这 RC 的眼影盘，它和香缇卡那个眼影盘超像，粉质很细腻，特别软糯，上眼特别丝滑。然后它还附赠一个打底膏啊，还不错，感觉它有粘度的，能把你的眼影粘在上面一整天。这两个色号都是很日常的，一个粉色，一个是叫秋园米棕色，两个盘完全可以打造一个眼妆。好，我们上粉饼之前记得要用散粉先定一下脸上的防晒。脸油乎乎的时候，你上粉是一定会卡的，必须是粉加粉才可以不卡粉不斑驳。ELF 新出的4宫格散粉，我买了最浅色号 Fair。我昨天上脸，我觉得粉感比我想象有点重啊。我们今天稍微轻轻的上一层，很均匀的上全脸。看4个颜色 ，ELF 这个在欧美圈现在是最火的散粉，没有之一。像这种高遮瑕粉饼呢，用刷子上妆是更自然的。我最爱的粉底刷就是 Hourglass， 还有一个是 Anissa Beauty 的粉底刷，三角粉底刷很好用。Make Up Forever 用这个，就这样蘸取，然后用搓按压的方式，搓按压的方式，看到吗？一下平滑了肌肤的纹理，包括毛孔什么的，你用戳往下拖的方式就能把毛孔都填平。这款我原来就用过啊，可以达到全遮瑕的一块粉饼，看到吗？哇哦，我喜欢这个妆感。MAC N4 我的色号，点加拖拽，点加拖拽。目前在镜头里看，遮瑕几乎相同，可能 MAC 比它稍微更清透一点，就看脸下纹理的处理这块 ，MAC 这边粉感会稍微重一咪咪，包括脸颊这块粉堆叠的会多一点，然后这边就更服帖。这半边是 Make Up Forever， 这边是 MAC。好，如果你想让你粉饼更持久的话，我们后续还是要 set 一下，再用一个定妆粉，或者眼下那种定妆啊，让整体更加持妆，减少出油。因为粉你到最后皮肤一出油之后嘛，其实是容易斑驳的，所以定妆很重要。不要以为说我用了粉饼，后面就不用管了啊，除非你是大干皮啊。一般来说，混油肌、油肌，你最后还是要用轻薄的散粉定一下。我还是用我比较信赖的NARS大白饼。这次回国又空了一盒，它的粉感几乎为0，但是持久控油力都是绝子的。好，我们把眉毛啊、腮红都补上。腮红我用最新出的一个 YouTuber 的品牌啊，是 Ali， 他出的这叫 Rivi Beauty。我蛮喜欢的，它是一个烘焙腮红，粉质很细腻，主要它持久度很强。我那天很早就上妆了，我到晚上卸妆的时候，我的粉底全脱了，那腮红还红红的在这一块儿，而且没有什么氧化。色号是 Paradise， 然后它还有这个色号比较浅的是 Heaven， 是新色。我觉得 Paradise 更提气色一点。如果你想要腮红持久呢，你用戳的方式，不要光扫。来点高光，最近最热卖到断货的网红 Hourglass 平替 Essence 修容盘，哇，这个高光真的很好看，你们看，哇哦，这个闪 ，love it， 高光是放在这里。哦，口
口红最近丝芙兰最火的2个口红我都买了，一个是 Rare Beauty 的这款小唇膏，然后还有雾面的 Hourglass 唇膏笔，我的色号是40 Enigma， 这个太好用，太丝滑了。我当时在店里试，我一试就爱上。它是雾面的，但是不会拔干，你好像擦了润唇膏一样，但表面又是雾面质地，不会亮晶晶的，不会觉得嘴油乎乎啊，像现在那种亮面唇彩啊，它不是，真的很舒服，有一点唇雾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就是很日常，我这个夏天在国内就一直用的它，很好看，很像润唇膏一样的口红，色号是 Dream， 也是断货的色号。这我之后再试色吧，我今天用 Hourglass，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了。把它转出来，注意不要转太多，转不回去的，只能转一个方向。目前用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中性玫瑰色调，不偏红不偏橘的那种，气质木质玫瑰。最近买的彩妆都很满意，马上会拍一个彩妆新品测评 Hit or Misses， 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，千万不要错过后面精彩内容。好，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整，我们过几个小时再来 check 一下。 4 hours later， 现在是3点整，已经过去了4小时。我们看一下两边的效果。 Make Up Forever MAC 可以明显看到 Make Up Forever 这边油光少一点，我中间没有任何补妆，这边就光泽感更多一点。再说卡粉的情况， Make Up Forever 这边已经有点卡到我的纹路里了，明显感觉这边粉感有点堆积。你看鼻翼，我的法令纹粉已经堆积上去了。 MAC 这边反而比较自然，很清透，就没有那么重的妆感。我在想我要不要压一下油，因为现在油光蛮重的，我马上要去接孩子。我可以稍微用这个普通的海绵按压一下吗？把油分稍微按压掉，希望这样也增加两边的持久度。我先按压掉，我发现这边的粉竟然堆积了耶，反而这边粉痕比较轻，你就随便用纸巾啊或者海绵一按压，妆感非常自然，还是很服帖。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嗨，现在是晚上的7点，距离刚上妆已经8个小时了。我们看看两边的妆效。说实话，我就这么对着镜子看啊，很像很像。现在很奇怪的是，我感觉右边的油光也出的很多，几乎跟左边一样了。开始我说这边油光出的多嘛，但现在看起来几乎没差。卡粉的位置也和之前差不多，也是 Make Up Forever 基线更多一点，然后 MAC 就更自然一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一天下来发现 MAC 这边的遮毛孔能力不如 Make Up Forever， 这边总是感觉皮肤更平滑一点，而这边明显脸颊能看出有一点出油的地方啊，毛孔很大。说实话，这个效果左右两边我都不是特别满意，但一定要选一个呢，我可能会选还是不太卡粉的 MAC 啊，因为这边在我的有纹路啊，包括眼下和法令纹的地方，确实是能看到一条粉痕在这里，然后鼻翼拖的也更多，那 MAC 这边就更完整一点这个妆效。最后的结果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。刚上妆的时候可能觉得 Make Up Forever 更漂亮，但最后持妆的能力来看，还是 MAC 更强一点点。但说实话，他们两个持久能力啊、遮毛孔能力都不如我之前说那几个开价的，比如说像我这已经马上用空的 CoverGirl 小粉盒，还有我很喜欢日本的 Integrate， 包括橘朵的白开水粉饼，我觉得他们到晚上的表现力，我觉得都比专柜的强。他们两个共同的缺点都是控油力一般，你需要之后去补妆去铺散粉。我之前看很多测评都是褒贬不一，有的人说它持妆好，有的人说它持妆好。我自己用下来，我自己的肤质是混油，35+以上的年龄是容易有纹路的。MAC 这边明显妆效更漂亮。好，如果喜欢这类的实测呢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
之后我也会出底妆粉饼的合集。确实我有很多喜欢的产品都是开价的，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哦，给视频点赞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